係咁網友，琴日台積電開咗個法說會嚇，咁結果股價梗係上升啦。嗱，呢個就係要講，我係出緊一篇呢一個論文，一個 report 係講台積電啊，全長2萬幾3萬字，今日出到第4篇。其實咧一個禮拜前咧，我就個幾禮拜前已經出咗一篇係講 NVIDIA 嘅。我話呢兩隻嘢點解係天下無敵喺未來5年。咁今日我哋睇下台積電，其實台積電嘅業績好反映到呢個 AI 同埋半導體業嘅走勢嘅。嗱，今日開始一平到你唔信啊！呢個76好高興，一個禮拜即係得一個禮拜咁樣嘅價錢。賣完即止，我講明嚇。如果遲咗賣唔到咧，唔好怪我嚇，因為實在太平啦。呢一隻 NMN 佢哋俾特價可以減落嚟，我話俾你聽。Hancock Life 376蚊，如果你買埋第二啲嘢咧，換領價276蚊，值一個月。NMN 呢一隻最名貴嘅 NMN 2176蚊，就食4個月，每粒400 mg。有百麗匯醇同埋 TMG， 仲係大廠做，呢隻性價比最高嘅呢個係。然後啲維生素76蚊，呢個護肝素300幾蚊減到176蚊，好快賣完啊！真係護眼素176蚊。呢個名貴嘅乳香膠啊，益生菌376蚊。呢個係呢隻嘢700蚊嘅呢隻嘢。好啦，今晚直播美國嘅通脹危機，呢個我會講美國嘅通脹危機。呢個我哋仲講埋啲歷史教訓。呢個台積電17號召開第2季法說會，董事長魏哲家親自主持。會議咧就剛啱城鎮韌性防空演習，結束警報變咗特殊開場。嗱，我琴日咧就特登提早翻咗公司。就因為1點半咧就唔準行，大家咧就要匿埋。2點鐘咧就解除警報。今次係我嚟咗台灣5年咧最嚴謹嘅漢光演習，即係如果台灣遇襲嗰陣時咧，即各樣演習。法說會前 ，ASML 公佈第2季獲利數字，盈利同埋獲利都較市場預期亮眼。但執行長對明年地緣政治發展抱不確定性，導致股價大跌，唔係嘅，可以話俾你聽，不是如此。52週高價946蚊，52週低價508蚊，而家650蚊，650蚊。點解呢一個我係叫咗大家唔好買 SMIL 嘅喎？我有講過，我唔會買 SMIL， 你哋聽唔聽？因為 SMIL 咧，佢係賣嗰啲最先進嘅光刻機，而咧買先進光刻機嘅人咧，佢最值錢嘅就係嗰啲先進嘅極紫外光光刻機，得3個人，就係 Intel 同埋三星。Intel 同三星都投咗行喺先進製程，淨係得台積電賣，得一個客。你個價錢會唔會好啊？而佢咧就投注咗好多錢落去做嗰個高孔目極紫外光機，4億5千萬一部，台積電唔肯買，因為暫時冇咁嘅需要，真係只係賣咗一架啫。其他咧 Intel 買得最多，我都唔知 Intel 買咁多嚟做乜嘢。台積電當日股價平盤後震盪，琴日收市上咗去啦。今日亦都上咗去。魏哲家嚇，佢哋由雙頭領導變咗魏哲家領導，而家魏哲家就係繼承人啊！呢個人好有信心，機會嚟咗絕對唔放過。匯率關稅雙重挑戰，呢個就點解台積電嘅股價咁平啊？台積電咧今年應該係17-18倍 PE 咋，你有冇一隻咁平嘅股票係高增長嘅咧？對法人提問有問必答，好有信心。第2季合併營收9000幾億新台幣，較舊年同期增加38.6%，
增加38.6%呢一年。我會解釋俾你聽點解嘅，較前一季增加11.3%，係單季歷史最高紀錄，以美元計300.7億美金，較同年增加44.4%嗱。如果用美元計咧，增加44.4%，用呢個台幣計咧，增加38.6%，兩者爭咗6%，因為台幣升咗整。較前一季如果用美元計犀利咯，增加17.8%，顯示美元計價嘅成長更加強勁。嗱，咁你用美元計價，因為當初穩陣啦，咁台幣貶值嗰時你咪着數咯，因為你啲 expenditure 咧係大部分係用台幣計價嘅，即係你出糧俾人咧係用台幣計價嘅。稅後純益3982億，犀利！你有冇留意到較舊年同期增加60.7%，double 咗喎。較前一季增加10.2%，平均一日賺44億。嗰個稅後純益大幅度增加，就即係嗰個 operation 嘅 expenditure 咧係控制得非常好。個生意係增加30幾個%，而純利增加60%。每股15.36，我喺呢度同你計啦。較舊年同期增加60.7，每股15.36，佢每季仲增加10%嚇。咁你於是咧就嚟緊就17，你當佢17、19啦，嚟剩翻兩季36加30啦。佢今年嘅盈利係66蚊到，佢投今日嘅股價1150蚊，係17倍到啫。優於市場共識嘅14.55係單季獲利嘅新高，主要係收3納米同5納米出貨增加推動。因為最後我嗰個點解台積電係天下無敵嗰度呢？我嗰篇文呢，我成個報告呢係好詳細嘅，個推論係無可置疑嘅呢樣嘢。毛利率58.6，跌咗啲。依然喺高檔水平，嗱佢就賺58.6㗎 ，NVIDIA 係80㗎，70幾80㗎，但係台積電咧個 PE 係低好多，點解咧 ？NVIDIA 咧嗰啲錢係印出嚟嘅，佢乜都唔，佢只要 design 咗咧就台積電做，台積電咧要賺啲錢咧係要投資好多錢去起廠，呢個就係大家嘅分別。台積電 is capital intensive。符合公司財測57.59，顯示獲利能力依然強勁，淨利42.7%，好叻啊！真係好叻。中芯嗰啲咧係毛利20%，毛利20%咧你就蝕本㗎啦，呢個差唔多係。較舊年同期增加5.9個百分點，呢個淨利率，咁就 operating expenditure 咧 hold 得好低。整體獲利架構健康，顯示公司營運能力優異。嗱 ，sales 咁多 ，GP 咁多，但係純利增加得多喎。點解啊？就因為嗰個營運支出係 hold 住咗冇增加，變咗咧嗰個 GP 啊係轉成呢個純利嗰刻咧係減咗 operating expenditure 啊嘛，所以咪大增。嗱，我哋睇下呢條數。一陣我哋會分析呢個來源。喺呢度大家睇就會明白。以前最大嘅收入就係 smartphone， 而家咧就變咗咁。而家咧變咗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， 出咗呢樣嘢出嚟。以前能夠用最先進製程嘅只有 smartphone， 蘋果呢個高通呢個聯發科。就係使用最先進，而家又多咗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， 而呢 part 大過呢 part， 呢 part 大過呢 part。好啦 ，cost of revenue 咧係12.4個 billion 嚇。嗱，其他嘢唔重要啦，呢個物聯網、汽車、digital consumer 呢啲嘢唔重要。GP 結果係59%。咁你要減咗 operating expenditure 喎，
27億美金。結果咧呢一個犀利啦，呢個59%，只係9% 啫個 operating expenditure 就係賺咗50%，減咗稅都賺43%，係真係 run 得非常之好。技術平面 HPC 咧佔60%，我都話智慧手機從來都係第一嘅，俾 HPC take over 咗。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呢個咧主要就用喺 data center 嗰度嘅嗰啲 server 度嘅，呢個就係資料中心增30%，AI 應用嘅需求明確，完全係 AI 拖動嘅。我哋睇下呢一個就係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， 你睇下呢個走勢就碾壓咗其他嘢嘅。呢個咧去到呢度嗰陣時咧，仲係呢一個係手機啊，係領先嘅。去到呢度咧已經冇得比啦，就係呢個咁樣升上嚟。好啦，佢而家最先進嘅製程咧就3納米啊，佔咗24%啦，已經係3納米冇人同佢鬥，全部係佢嘅，佢一嚟佔咗24%。三星咧就係有號稱3納米個電晶體數目咧係少佢12%度，但係冇人幫三星訂。三星咧淨係用嚟一部分喺自己嘅手機度啫。結果佢自己手機嘅晶片啊，好多都要用驍龍晶片，用高通。5納米咧就三星有啲，7納米三星有啲 ，Intel 有少少。呢個分別係36%、14%，先進製程74%，先進製程74%就係點解佢咁好賺？因為就係得3間公司做到先進製程，而佢佔咗90% 以上，顯示技術領先優勢持續擴大，高附加值主導營收。佢仲有起佢嘅幾間 CoWoS 廠。做封裝包裝封裝測試，但係咧嗰個咧係天下無敵嘅，但係咧個 GP 冇咁犀利嘅封裝測試。好啦 ，revenue by technology， 大家睇見呢個就係呢一個係幾納米嘅時候，呢一個3納米、5納米、7納米冇得競爭，到14納米咧，14納米咧。全世界10間廠，呢個 level 就28納米咧就有100間廠喎。你哋去28納米鬥價啦，最低限度14納米，仲有聯電，仲有呢個格羅方德，仲有14納米，仲有少少中芯，中芯咧14納米已經係個良率唔好噶啦，中芯已經係。好啦，去到呢個7納米、5納米、3納米，90% 係台積電。嗰個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咧，每一季增加，係喺呢度跌一跌2-3年，呢度開始一有咗 ChatGPT， 哇，17%、3%、28%、11%、19%，每季增加7%、14%，終於係 overtake 晒。如果實際匯率啊，1蚊美金對3.3105咧，匯率對第二季嘅毛利率影響咗2.2%。如果唔係，就超過60%。即係話，當你越係向3納米靠近嗰時咧，你就越好賺。Arizona 廠啊，初期啊有個爬 curve 嘅，就開頭嘅產能咧就生產個冇個產能冇咁大嘅，所以 Arizona 咧唔賺錢，影響咗毛利率3% 夾埋。新台幣由32蚊升到29蚊，對台積電嘅財務表現造成結構性衝擊。董事長魏哲嘉話：匯率冇辦法控制，但公司有信心因應，唔會真係動到台積電嘅根本。財務長黃仁哲話：台積電7成半嘅成本係新台幣，
絕大部分就係人工。呢個台積電有7萬人嚇，其中5萬人係碩士以上嘅，喺有2000人到啦喺美國，有100-200人咧就係喺呢一個南京，然後咧就又有幾百人咧喺呢個日本熊本。咁呢啲人啊，主要都係出台幣嘅，但係大部分收入咧就用美金計喎。新台幣每升1%，營收減少1%，毛利率下跌0.4個百分點，因為嗰個成本係用呢個新台幣計嘅。第三季嘅營收下一季啦，318至330，季增幅5.8至9.7，介乎5.8到9.7，年增38%。但係毛利率下收55.5到57.5，就係因為匯率嘅問題。第二季嘅匯率咧，開頭冇影響到，係第二季中間呢個台幣先忽然間飆升。喺匯率假設1美元對29蚊咧，營業嘅利率咧，嘅利益率咧45.5到47.5。如果匯率低過呢個水平咧，營收會少6.6%。嗱，呢個就係個業績。即係我再總結一次台積電嘅優勢。其實我嗰篇文章係答2個 fundamental 嘅問題。台積電而家佢喺先進製程嗰度有冇敵手？佢嘅敵手三星同埋 Intel 究竟係點嘅？呢個第一個問題。好啦，先進製程咧，第二個問題咧就提升咗嗰個算力，因為咧個半導體嗰個密度咧係唔同嘅。佢而家嗰啲半導體咧大概係190億個 transistor 嚇，比起上嚟咧就係呢一個三星嗰個咧係1700到 ，Intel 嗰個1500，佢已經係領前，咁究竟呢啲如果再逼前去2納米個算力再增加，究竟呢啲算力有冇需求呢？即係咧，人哋唔夠你鬥嗰件事啊！你可以鞋底都繡咗花㗎，你賣鞋，但係人哋中唔中意鞋底有花呢？第二個問題要解答呢個問題。如果有呢個需求而冇敵手嘅時候呢，你有徹底嘅定價權，而因此你嘅利潤係會繼續上升嘅。喺可見嘅將來，嗱呢一個就係美元對呢個對台幣啊，由33蚊25年跌到落嚟29，跌到落嚟29。如果第三季新台幣升值6.6咧，台積電新台幣嘅營收就會減少6.6%，毛利率下跌2.6，剛啱守住55%，唔會穿。佢而家係58，就變咗55。未來幾年海外人力啊持續對毛利率造成壓力，因為你派員工住外邊咧係要加錢俾佢嘅，同埋管埋食宿嘅 expect 嚟噶嘛。2025年每年稀釋毛利2至3%，海外廠房進入成熟階段之後咧，可能達到3至4%。點解成熟3至4？因為佢嘅產能上咗，佔嘅比例多咗。雖然面對匯率同海外擴張，台積電有信心透過技術領先、良好嘅定價能力、高產能效率、成本效益同產品5大優勢。嗱，我係其實成篇文章就係講argue 2個步驟啫嘛。一個就係佢而家嘅先進生產力、先進製程，佢嘅有冇對手？第二，呢啲先進製程係咪會轉化為經濟利益？個需求夠唔夠？長期毛利率咧企到53%，爭咗5%啊！而家58㗎嚇，已經影響咗佢5%。魏哲家話提升1%生產力，就帶嚟10億美金。透過營運效率改善外部成本壓力，佢已經做到咗。如果唔係咧，個純利咧係唔會增加60%。台積電上調全年製
增加30%，太過保守啦。但係點解股價升呢？佢原本嘅預測係24至26，而家變咗30，顯示 AI 需求超過預期，而且持續強勁。魏哲家話：客戶嘅行為冇改變 ，AI 需求依然強勁。雖然面對關稅不確定性，但 AI 持續成長趨勢明確，公司會捉住呢個機會發達嘅。AI 市場擴張明確，隨住 AI 模型導入越嚟越多，需要晶片嚟到運算。主權 AI 基礎建設對晶圓需求持續升溫，推動台積電上修全年預期，因此佢由24% 上修到30%，我覺得太過保守啦，起碼35%。仲有下半年咧有2納米進入量產喎，佢個量產曲線大致同3納米相當，即係咧有一段時期咁樣，然後就爬坡，大家差唔多條 chart， 單價比3納米更高。而家幾錢呢？嗱，以前咧呢啲咁貴嘅晶片咧，只有蘋果用先，然後就係聯發科同埋高通。而家一出咧，邊個最俾得起錢啊？蘋果都唔夠 NVIDIA 俾得錢啦 ，NVIDIA 賺咁多錢。一有先進製程咧 ，NVIDIA、AMD 嗰啲咧，博通呢啲咧就會卜嘅，為公司帶嚟嘅營收貢獻更加顯著，獲利表現更加強。2納米喺能源效率度咧，比3納米更加突出，尤其是 AI 資料中心能源消耗問題關鍵。預期 AI 客戶將會加速轉去2納米。A16 嘅製程較 N2P 喺相同功率之下，如果用下一個製程咧，就係快咗一樣嘅功耗，就快咗8至10%。如果一路大家同一個通道咧，佢嘅功耗就慳咗15至20%，晶片密度提升7至10%。2026年就大量量產呢個 HPC 市場嘅1點幾納米。美國 Arizona 第2座晶圓廠咧已經提前幾個季度建設緊，第3座廠可能提早生產。呢個好明顯，台積電嘅政策咧係將幾間廠搬去美國，而由美國對付美國嘅需求嚟到緩解嗰個關稅嘅。未來發展支援智慧手機、AI、HPC 超大型嘅晶圓，要有3、4間廠，佢而家谷緊美國3、4間廠，然後嗰啲供應鏈先至搬齊去，先至足夠支持到成個供應鏈，主要供應鏈搬咗去美國。台積電全年嘅支出300至420億美金呢一個係。即係咧點講咧？台積電咧，我覺得咧係會放緩更加先進製程嘅推進，因為冇咁嘅必要。而家呢個製程咧最先進嘅已經足夠，因為咧冇人追緊上嚟。魏哲家提出投資策略審慎客觀，如果時機來臨，就會大力投資，未來幾年依然可以微幅上收，就可以繼續收。好啦，輝達 H20重返中國，魏哲家話客人嘅好消息就係我哋嘅好消息。咁係咪提高 AI 加速係全年 GPU 全年嘅增長預期呢？睇下先啦。呢個黃仁勳都話要有一段時期搞手續咧，啲 H20先至去到嘅。機械人市場潛力巨大，但魏哲家認為客戶認為機器人咧比電動車更能改變世界，係嘅。電動車係交通工具，機器人咧。呢啲 humanoid 咧係代表咗人做嘢，可能係電動車10倍喎，但短期內依然係唔會。2026年之前、2027年之前，機械人咧係唔會進入呢個大型生產同埋足以盈利嘅。外資券商調整個價錢麥格里將目標提高2%至1310蚊，咁咧就係最高個1320蚊，買進評為首選，呢個就係
呢一個瑞慧證券維持1320蚊嘅目標價，外資最高，睇好 AI 同高效能運算嘅先進製程，出年嘅 earnings per share 再加10至15%，建議買進。嗱，我講俾你聽，出年再加15%咧，16蚊一股，再加15% 嘅時候咧，就係19蚊4啊！就係呢個19蚊，19蚊咧，呢個就係四季啊嘛，四季咧就四季咧就70幾蚊，而家咧係15倍 PE 嚟嘅啫。嗱，台積電啊，我講俾大家聽，我哋買台積電，我哋琴晚咧就好開心，我哋所有網友，即係好難得㗎，即係咧我哋係買中咗3隻股票都破新高。台積電喺幾時開始買咧？我好早開始買，喺呢度就跌咗落嚟嘅。咁後來咧佢上去，我又再買啲喺呢度咧 exactly 高點1180，沽咗2/3，喺呢度開始買翻，而家咧係多過做女嗰陣時啊！呢個就係台積電。我而家出緊台積電嘅報告，呢個就係呢個已經出咗，寫咗個幾禮拜，出咗4篇。第二隻破新高嘅就 NVIDIA 打破咗170蚊、173蚊，42,200億。2個禮拜前我出咗 NVIDIA 嘅報告。第三 Palantir 突破130蚊，3,600幾億，我都唔信啊！呢隻股票係呢兩隻股票啊，係幾早？呢隻好早買 Palantir 咧，就喺呢度買嘅，喺呢橛買嘅 Palantir 喺呢橛開始買。買上去又買翻落嚟，又再買翻上去，終於153.99創下新高。嗱，如果你揾唔到嗰啲文章咧，就去呢度揾。而家咧50蚊聊天室咧，我就有個 Q， 成日咧就問住大家呢一個，你有咩想知？特務 A 咧就會同你講嗰啲 technical 嘅嘢，俾錢啊，去邊度睇嘅問題。我間中都會入去留言嘅，譬如琴日我就去留言，好高興，我哋3隻股票破新高，我哋主力得5隻股票。嗱，我講俾你聽，唔係事後諸葛，我根本就一早就覺得，我就話俾你聽 ，NVIDIA 同台積電係天下無敵嘅，而作出分析佢點解天下無敵，已經出咗7篇，呢個嚟緊啦，6仲有2篇。全球製程嘅佈局同先進製程嘅優勢，點解全球嗰啲產能係點？先進製程有幾多？點解高良率咁犀利？台積電嘅良率點解咁重要？成本結構同商業可行性，就即係更高嘅製程係唔係有利嘅呢？嗰啲客戶會唔會需要更多嘅製程嘅呢？競爭者嘅策略。三星同 Intel 嘅困境。第5章個需求係由先進製程需求係乜嘢推動，然後結論佢有幾多重護城河，3段情景嘅推演，即係積極、中性同負極。而台積電要輸就一定要範式轉移。係整個形勢轉咗，如果唔係呢啲公司咧冇得輸噶啦，佢達到今日嘅 economy of scale， 佢同啲客戶綁定，同嗰啲錢咁多，你係冇辦法要佢輸嘅。嗱，呢個月我生日啊，非常值得買，我話俾你聽，50蚊美金8折，每1年。聽我一條獨家消息，幾時開始買 Tesla？ 如果個關稅再有問題，要唔要減持美股？呢啲一個消息係值$1 million，即係咁樣。你哋未 join 嘅好快啲 join 咯，7月。